请狼队先办先选，默然教练看看怎么做，先把关羽搬了。搬关羽，看他能不能拿到一个盾山啊。鲁班纳斯狼队先给他送上班位，再搬钟馗，这很明显了，就是要盾山。盾山狼队放了，想用苏烈去打，直接先拿敖影，先拿龙人。先拿敖影的话，就要看狼队这边他怎么选择了。盾艾到底拿不拿？不拿盾山加艾琳的话，可能会选择一套少司元加仓。现在狼队就是我这个盾山我拿了，对面有苏烈，如果我拿苏烈，对面有少司元。是的，还是选择接这个盾山。但是他把武则天抢了。对。那这下的话 ，LGD 这苏烈肯定是要拿的，拿过去打盾山，然后用小乔跟武则天打一打。小乔打武则天的话，线权上面第一波会弱一些。这个打野怎么拿了？这个盾山的选择，我们可以理解为2招吧。一个就是他也不想给老干爹龙人加盾山，因为龙人加盾山，龙人可以出攻速暴击的那一套。是的，是吧？然后自己去解。还有一方面就是自己足够自信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他这最终选了个艾琳之后拿盾山艾琳，这个阵容就演变成了一个围绕艾琳这个点是要去打 LGD 前排的。那前排的一个阵容，我们刚刚讲的是差不多的。狼队这局比赛还是会依赖着道仔这个点，然后主要在前中期围绕他来打，然后帮他左右。狼队的后续班位处理掉了杨戬，而杭州 LGD NBW 则是大司命，都要办一些强势的一些打野了，因为中轴上面强度都很高。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谁到后面剩一个强势打野，尤其是在红色方狼队这里，他4楼可以直接拿，4楼可以抢，所以在大家都搬强势打野的情况下，4楼拿一个强势打野，狼队就可以做一个中野辅前期强于 LGD 的阵容。是的，所以狼队他们把目标都指在了打野位米苏身上，把米苏的一些比较强的前中期的打野英雄都给他送上班位，杨戬、袁坦都已经搬掉了 ，LGD 再搬一个赵云，在第2轮的班位6个班位上已经搬掉了4个打野。接着再看后续狼队这里如果是围绕艾琳去打前排的话，我在想他可以拿个橘右京，但是他橘右京自己搬掉的情况下，要么是一手前排，要么是个老虎加个坦边。看看 LGD 最后一个班位怎么说，要不要对位搬一下？其实在这次挑战者杯，小鹿他是并没有使用过白起的。这个如果你要是这套阵容换一下的话，我可能会觉得狼队会出这手白起，直接拿掉了。那差不多就是一个坦面加个野河啊。我原以为 LGD 这边拿个白起，然后再搭配到苏烈，因为苏烈在正面可能不是很好开团的情况之下，可以依赖着白起的大闪去开这手盾山艾琳嘛。我会做你所向披靡的利器。打野留 counter 位 ，LGD 只能选个元婴，这样有霸体的打野去打一下狼队这个多控制阵容。配一手适合出反甲的站边去打艾琳。还是给小洛一个切入能力很强的英雄。这叫换狂铁，换狂铁，感觉想前期的时候更厉害一点。而且狂铁这个英雄的话，他后期去扛艾琳的话能扛得住。那这把 LGD 是想把前中期的优势完全打出来了，因为他这个阵容在抛开敖影不看的情况之下，上半图的战斗力是很强的，而且控制链阻。马超打敖影，现在我要思考一下，这白起是打野，然后边路是马超了，因为 ID 是婉婉是吧？是的，婉婉用过白起打野的，然后马超这个 ID 更加就是对得上青青。对，马超这个英雄更加对得上青青的 ID。要锁吗？换成裴擒虎。其实，在今年的整个春季赛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并没有能够看到婉婉拿出过一把马超打野的。然后包括乃至我看了一下去年一整年的比赛，我们也没有见过婉婉拿过5把，但是胜率很低，只赢了2次。所以在这种数据积累的情况下，最终狼队还是选择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裴擒虎。是的，因为你搬了橘右京嘛。对，所以这个裴擒虎的话，一开始他们就是有这个目的的。而且本身这个阵容在他们前3手已经确定出是一个盾山加艾琳这个组合之后，他后面做的一些选择都是围绕着我直接去秒你前排去做的。对，下前排血量特别好用的英雄里就有一个老虎，他的集火能力很强，就是白起朝过来武则天接 combo， 艾琳加老虎一波集火就差不多了，因为艾琳这个英雄就是打单体能力很强的。对的。那 LGD 这个阵容不出意外就是开局有没有机会帮小九呢？就是如果开局没机会帮小九的话，那就正常帮小九顺到4级，让他自己在下路一个人玩，然后猛攻上半图。感觉开局的话，
不是很好帮啊。他不要发育路开不是很好帮。这云鹰打老虎发育路开，人家又是你蓝狙就没了。对，又是个武则天中轴，这感觉蓝要丢了。所以还是个正常开局比较好，比较保险。然后在主节奏上打上半图，是的。但这就给小九压力比较大了，因为苏烈这个英雄在前1分钟其实帮边的能力不是那么强，已经被削弱了一次了。因为那1分钟之前是没有被动的，很容易被打状态，更何况还是狼队这套阵容。黄铁打白起的话，这两个虽然说黄铁有点小优势，但这个优势也不足以压到白起什么。白起毕竟打黄铁不会被黄铁击杀掉，同时的话，他线上面兑换血量能力也不错，还有2技能之后有个钩子可以把兵勾过来打，不会被压刀的，也比较难被越塔。他毕竟是个坦边，然后在这个版本塔下减伤机制变强了，增强了之后 ，LGD 这一局想再上半图去造突破还是比较有难度的，只能看他们一波4集团的节奏了。看他们4集团那个时候，云鹰、小乔和苏烈击杀能力是很强的，要比老虎、武则天、盾山的击杀能力更强。对，那种时候可以在中轴找机会抢线的时候，看看能不能开一波，开到人然后推回来打一波。看九尾和子焕他们的前期吧，看他们俩中轴的对抗，谁能够在前期第一波把局面拿回来。哎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这场 BO7 的第1局的较量，双方主教练的 PP 已经结束。在目前的挑战者杯，现在赛程已经进行到败者组半决赛的情况下，两支队伍谁能够拿下这一个大场，谁就能够再往前一步。这样的话，意味着他们距离决赛就1步之遥。现在两支队伍他们都已经在本次挑战者杯获得了至少20的年度总决赛的积分。再往前一步，积分翻倍，变成40，是，奖金也会更高。本场 BO7 至关重要，胜者晋级，败者淘汰。但是两支队伍都是从32支队伍里面杀出，都是从单败淘汰赛制里面杀出的，所以对他们的状态来讲，不需要太多的担心。让我们一起期待双方的第1局。蓝色方杭州 LGDMW， 红色方重庆狼队。我是9瓶子，我是9如黄超。比赛开始。开局小九在下路过得特别难受，第一波就被压掉了2/3的状态，这个是没办法的。敖影他打盾山和艾琳的话，这线是完全抢不了，甚至还要被卡刀。第一波线的2刀就已经全漏了，第3刀也吃不到。小仔过来帮忙，就盯着小仔也打，非常爆炸。而且这个开局的话，狼队他这里婉婉这个点，他本身就是有点想要去进到 LGD 的蓝区，他那个时候帮忙去抢中，就是在观察你云鹰到底在不在发育路上漏。如果云鹰在发育路上漏的话，他就立马去进这个蓝了。是的。小九现在去到了中路，下路的第2波线他也一个都没吃到，就意味着6个兵全丢，很亏。他连汤都没喝到。其他队打狼队这里都是前期开局布置上面是要打发育路的，但 LGD 他这个很不一样。LGD 的开局是让九尾的小乔走了中左草，然后婉婉是提前落位了中左草，然后看到小乔过来之后，他就选择了走，然后帮助子焕武则天抢中，抢完了那波中之后，子焕直勾勾的就往 LGD 的红后草往下过了，而且是当着小仔的面过的，所以以至于下路的小九连第1个刀都不敢补。而且现在这个情况，就算敖影换到中路来，他线也不敢吃，还得有队友过来帮他去卡一个草丛的视野才行。方寸一山河，还是得帮敖影在前期稳定的过渡到4级才好，才能够让他去抗压。这波中线交汇，看婉婉要不要过来蹭一口。狼队可以后线过个后线，等婉婉过来一起吃。LGD 拿到线权之后，应该是正常回家，让云鹰拿红 buff， 然后小乔去上，帮狂铁拿自家一个赤甲。第一视角给到了九尾的小乔，昨天拿小乔的节奏也基本上像现在一样往上半图打的。对，那局比赛我记得很深刻，打的是对面小泽的马超。哎，这里子焕的话是主动开了个大招，看一下视野。
上路抢个绕了线，一波看到了，给一个2-1，打了一波青青的状态，再开大招，小仔也来了。 青青半血了，就没必要再争这个上路的空间之灵了。是的，拼不过，因为人家苏烈也来了，相当于狂铁苏烈双前排在那顶着。嗯，毕竟狼队前期的这套阵容的一套 combo 下去，秒伤能力是不高的，没有 LGD 秒伤能力高。但小九这一波前期的2波线没吃到，他到野区，然后再到中路蹭了2波之后。 他目前在等级上其实并没有比道仔落后，是，就是经济上面小亏200啊。在大团的总经济上的话，也没有差太多。看这个龙团上面，狂铁是可以先到的。小洛最好是直接走下来，如果做传送阵的话，有可能。 白起会去断他一手，他走下来了。这样青青是个后线，他清完线之后可以往这边传。两边在中右草争夺，云鹰先动龙，老虎是2换龙了啊。防御塔部队消失，弩车突击。狂铁在那个位置也不用盯了，刚刚应该是在打赤甲。对的，因为正面站住河道视野之后，发现狼队他来挤河道的欲望并不是很强，对，狂铁就不用过去了。 看看双方换龙，狼队拿到了主宰啊 ，LGD 拿到了暴君。这时候小仔是有被动了，所以在下路就可以护着小九去跟信和道仔进行对抗。是的，而且 LGD 可以打得更加主动一点，像苏烈可以更多的找机会去蹲人，配合小乔和云鹰，看看能不能抓一个。红贝盾山已经先蹲好了，婉婉跟子焕过来反一波小野。 哦，小九这个位置看有没有队友跟他配合，但正面被盾山拦住了。这盾山卡的这个视野能看到苏烈的一个动向，但小乔这边漏了。本来以为他贴墙走，要再过来一点，看有没有机会。艾琳退的也很快，靠盾山的一个掩护视野，直接退到河道位置了。嗯 ，LGD 现在非常想要寻求一波团战啊。 就刚那个位置，只有小仔或者九尾在正面啊，没有信的视野照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打一个出其不意。是的，黄铁2拍一下，跟米苏的一波 combo 打出了子焕的一个闪现。白起传下来的话，下塔是能守的。上路婉婉反掉了一个视甲，刚那一波左草是个机会，就子焕站位比较靠前。 对，当时处在一个 LGD 观望一下，看看这个武则天交不交闪。他如果不交闪的话，当时米苏就要一套上去直接给他带走了。嗯，所以这个武则天没闪的话，苏烈过来给个拍，白起骄傲慢嘲讽，当位移撤走，闪现过来跟一个2技能推到了青青，小乔再跟一个2技能的吹风，语音再接一个大招。 2段枪翼，再来个1技能跳一下，再接2段枪翼，小九带走了白起之后拿到了1血。LGD 再次尝试了在中路爆一波50，这次他们是抓到机会了。是的，青青其实第一时间已经交大招回退了，因为他发现跟队友距离比较远，队友接不上。是的，但是 LGD 毕竟是5个人，他们一人给一套，这个白起还是顶不住的。是连控。与此同时呢，道仔在上路推掉了1塔，而小九在下路也换掉了1塔，还是果断的这波开团。 LGD 就是得找这种机会，你苏烈、小乔如果前期不找这样机会强开的话，不能让狼队稳稳发育的。婉婉这波想打小九的大招可以打出来，传下来，看能不能留人，不好留了，跳走了。下路看到老虎，云鹰直接溜一波上路，2个小野都能反。 这局比赛过去的7分钟，能够发现小洛一直在给进攻的信号，但是在右草的位置自己被集火了，还好有闪现和苍穹，自保成功，被狼队提前蹲伏了一波中右草。对的，但毕竟有2手保命，婉婉单带一波，对抗路和发育路的塔换了一下。这两边前期都是在换节奏啊。是的，然后在换节奏转线的过程当中在找机会。 刚刚狼队用的这一招的方式就很像 LGD 在前面打青青的那一波的方式，
几乎是如出一辙。只不过刚刚小洛手里有个苍穹和闪现自保了，而且他们打那一波的契机也正好是艾琳2件套了。艾琳有闪电匕首有末世之后，他这个下血能力就很强，所以他们会抱团尝试去反开 LGD 的人。然后马上小仔他这手闪现好了，小仔闪现好的时候 ，LGD 可以再找一波机会。好，苏烈闪现就位，等云鹰拿完蓝 buff 靠过来再打最好。现在是狼队他提前占了一波中右，想找机会打一下。但小仔从正面想开，老实讲有点难啊。是的，他正面想开的话，大概率都只能开到一个前排。在他脸上站的肯定是盾山和白起。而且他在往前试探的过程当中，容易被子焕和道仔打前置消耗。对，这样因为右草被狼队占住了 ，LGD 挤不过去，所以狼队拿到了这一条的暴君小暴君，让双方要僵持到10分钟了。这个时候应该就不会随便开团了。你要开的话，也是差不多在9分20秒左右的时候去开。9分20秒左右造个击杀是有利于他们打龙团的。你在这个时间点去打的话，最多也就是逼个召唤师技能嘛。对。如果用苏烈的闪去跟对面 C 位闪去换的话也行，毕竟还有手狂铁捏这个闪，龙团的时候也能去开。双方互相截线。现在青青的白起已经2件套了。3级大招有兵甲，想护一波上线，看狂铁带着敖影把白起赶走了。一会儿后面还有一波。LGD 因为这个白起无双抵抗之靴，穿得整整齐齐，准备10分钟龙团。狼队直接过来抢中5个人。有白起开路的话 ，LGD 是不敢抢这个中线的。对，小九是把2塔线给截了。那狼队这个上路线是没法守的，他们如果要龙的话，这个上线就只能放。小九是没选择传中，而是从上面走过来。这波白起先动手去主动出击找苏烈，然后敖影在侧边3火魂锁上去，但是效果一般般，反而自己是被盾爱逼出了大招，大招往回喷。云鹰在旁边燎原的打了一套，但是狼队的这一波消耗是很成功的，自己是没掉什么状态的。对，而且盾山手里还有闪现，接下来 LGD 要把位置让出来了，因为他们要防着盾山只有闪现，武则天有个大招。是中路 LGD 直接放塔了，苏烈硬开上去，2级的顶回来，裴擒虎被云控了一下，但是并不致命啊，反而自己回头反打，小仔这个位置要先被击杀掉。白起第2个大，龙还被拉脱了，云鹰挑了个1技能，但是没有用，就被老虎啃死。老虎再来一个老虎形态的2段跳，又带走了敖影，正面只剩小洛一个人了。双拳难敌4手，一波被带走，团灭了杭州 LGD BW 晚晚3连决胜。龙也拿了，接下来还能继续推塔，可以下一座高地。在状态不佳的情况之下 ，LGD 还是选择了和狼队在龙坑拼死一搏啊！看看能不能赶在兵线前把这个高地推掉。是的，但是狼队最终还是打赢了，想要一波打兔子团。没有吃到减速，弩车兵过来了，炮车兵进来，复活出来的苏烈被控了一下，一波破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一招制敌啊！10分钟龙团一波打完就结束了。第一波 LGD 没开好，第2波的话，苏烈那里又想闪开，结果开了2个最肉的。对，他推回来一个，然后其中里面带了一个是裴擒虎，是的，但裴擒虎的位置很好，所以集火不到。本局比赛给大家准备了现场采访，让我们来听一听。我们突击采访到了9尾，其实今天是背靠背作战，会觉得有点疲惫吗？还好吧。还好，调整的不错。但是今天的比赛里面看到对手开一局强压发一路，你们当时的应对策略是什么？有点突然吧，因为正常没那个画面的，就比较突然吧，就算是比较意外。但是我看你们好像一直在中路爆50团有一点效果，但是那波龙团应该是接下来你们要复盘的重点。那波如果要打好的话，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样的？哪把对波吗？对，对波隐身了，然后没接上 combo。对，所以团战当中有点小意外，接下来继续好好调整一下，好吗？期待你们后面的表现，快去！
这一局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闪电战啊！就当我们以为狼队前期的推进节奏没有起来的时候，没想到一波10分钟的龙团结束了一切。其实我觉得反而要快一点的是 LGD 这里。就他，因为你要想白起他前期尤其在河道的那波都已经让我有点惊讶了。这4个人交那么多的技能，才慢慢的把他击杀掉。这个也是我前面观察到，就小九这一把他导引出的是冰龙，但是我们仔细观看了一下狼队这里的一个阵容构成，就包括老王这里，我也请教了老王，老王觉得好像这把其实冰龙之祸对他收益并没有那么的高。对，因为狼队这边的整体伤害法伤相对会高一些，包括裴金虎也是个混伤。主要是狼队这一套阵容里，如果说前期顶住了压力，中后期他们打团拉扯能力一定是强过 LGD 这里的。你像在10分钟的那波龙团的拉扯，狼队就依靠了自身的拉扯能力很强，盾爱以及武则天相互的这个保 C 双 C 互保，然后把 LGD 多人先打残了，就他们的这个团战拉扯非常好。但 LGD 这里我没想到的是，也就是刚刚突击采访的时候有提到，前期发育路能这么崩。会被压得这么惨，刚刚解说席也有 Q 到嘛，就小九基本上开局是有点炸的，很炸，因为可能没想到的点是在于第一波线吧。对的，这只是第一波线，然后武则天也来了，所以导致敖影跟苏烈2个人在塔下特别难受。我觉得也是因为对手充分的对于小九这名选手做了研究嘛，包括小九的敖影也是拿了本赛季挑杯的第一个5杀，所以肯定是不想让他这个龙能够顺利发育起来的。没错。也确实，狼队的风格现在就是，如果青青拿到坦边，前期就不管他了，让他自己去抗压，其他人去看能不能打线上的强势的节奏。其实我觉得倒是那波龙团也不是说技能衔接上没有做太好吧，只是拉扯狼队做的太好了。第一波 LGD 的开团或者说想要切 C 的这些动作，被狼队给化解了。你的代价是什么？你的代价是多点的闪现，比如狂铁的闪也没了，然后状态被下了半血，敖影大招也没了，就他们的先天条件特别的差。苏烈的状态也残了。对，就你还要强行去接这个龙团，龙还被拉脱了，就很炸了。先看一下本局的 iQOO MVP， 给到是婉婉。这把的裴金虎最后也是拿了一个3杀。其实我有观察到中期的时候，一度他的裴金虎经济跟鱼没有拉开差距，但只要一波机会就能让他势如破竹。伤害你看不算高，但是一波终结团太突然了。这把包括在 BP 上，其实因为英雄被搬的差不多了嘛，比较好用的橘右京也被对手给处理掉了。所以这一把婉婉其实在英雄选择上是有些纠结，他们还亮了一手马超。对，再加上他们是一个坦边嘛，所以需要有一个稳定输出爆发的野合。那这把裴金虎虽然说前期没有很多的进攻节奏，但这个英雄只要打团收割起来就拦不住了。这就强行开了。因为苏烈状态已经很不好了，但仔细一想，你看开的全都是白起这个点，然后云在那边打龙的过程当中吃了武则天一套 AOE， 一套 combo。包括艾琳输出环境非常好，结果是一波龙团就结束掉了比赛。对，再仔细看来的话，其实这波是想要动这个裴金虎，但是连控是连不上的，因为鞋子的原因，然后再加上LGD 这里好像我看了一下目的性不太统一，有的人开团，有的人在打龙。还是没有想到狼队在第一波拉扯做的这么好吧，就是状态啊、招人技能等都保持的非常不错，所以导致那波龙他们又想着必须要拼一拼。